當我透過這些物理條件去支持我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錢真的不是問題，隨之而來就是超級豐盛的物質穩定來到我身邊。我想要有錢，他可以想沒錯，可是你想要有錢做什麼？歡迎大家回到地球玩家，我是療癒師月月，在這裡我會陪大家升級你的意識，透過了解地球的遊戲規則跟宇宙的運行法則，這樣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超級玩家跟 NPC。那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呢是平行時空。我其實之前有聊過這個主題，在我上一個 podcast 裡面，但是我想要今天用不一樣的切入角度來聊聊這個東西，去結合每個平行時空去了解它，其實會帶給我們明白這個平行時空的遊戲規則，其實會讓你的顯化力，也就是讓你的思想落地於實相的能力也會增強。所以我來幫大家好好的去釐清跟搞清楚這個平行時空的概念是什麼。那你們一開始對平行時空的概念是什么？量子物理學。对耶，這是我們高中物理會學到的。对啊，然後再來就會是，我覺得它演變到現在，它已經變成一種形容詞。請問你跟我在同一個平行時空嗎？的這種平行時空。對耶，是耶。那你覺得嘞？很難解釋，因為時空這個概念本來就很龐大，很龐大，然後可能住在另外一個星球的自己吧。好，這個也是。我覺得我今天用一些很簡單能夠讓大家比较能夠明白的方式來聊聊平行時空是什麼樣子的概念。現代的人啦，就是對於平行時空的概念多數還是停留於做選擇的時候。什麼意思呢？你們應該都有聽過，就是人生的分岔路，每當我們在做一個新的選擇的時候，這一條分岔路它就會被展開來的這個概念，对不对？好，這個東西呢，它其實就跟我們現在想要聊的面向就是有關聯的。首先第一個是，你有沒有在你的現實生活當中後悔過某一個選擇呢？有嗎？絕對有。那我們現在馬上想到我此刻後悔的選擇是什麼？突然發現你這樣問好像我們都接受了，所以突然腦袋沒有蹦出一個到現在還在後悔的事情。30呢？很多啊。現在哦，对啊。 OK， 那你現在馬上想一個。就後悔沒有提早搬出去啊。你說提早離開原生家庭是不是？對啊。 OK， 好，這是一個應該普遍人都會擁有的後悔的狀態。然後對於33來講，後悔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是小事，例如說我怎麼沒有早買那個追蹤器，然後放在我的包包裡面，這樣我出國就不會把東西弄丟了。對，好，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後悔。對，而且這個後悔促使我剛剛就是下單了4個追蹤器。真的嗎？你把什麼東西弄丟？就是我有一個新買的包包啊。對耶，對耶，記憶卡在裡面，对不對？不是那個包包，不是那個包包。对，記憶卡怎麼辦？那記憶卡那麼小。我其實搞懂平行時空這個概念之後，我基本上好像的確沒有後悔自己做的每一個選擇過。原因是因為哪怕你看我們現在就是把 SD 卡弄丟了嘛，然後裡面有1TB 的存檔，然後還有訪談等等的。弄丟的那一刻，我沒有產生很大量的焦慮感或者是不安感，也是來自於我好像冥冥之中能夠明白清楚知道，今天这個 SD 卡假設真的都被我弄丟，那它發生這件事情一定有它的原因在。那我所展開的這一條路徑是什麼呢？我覺得它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事情。對此刻的我來講，不會有所謂後悔的選擇。原因其實也是因為當你後悔的時候，會產生一個能量洩漏。這個是什麼樣的能量洩漏呢？當我們不斷的去回頭看已發生的事實的時候，你會發現你一部分的靈魂碎片會留在過去的時空。當你把你的碎片留在过去的时空的时候，会导致你现在的这一台玩家的设定效能不足。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说，脑子理性都知道我们永远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實，可是我们却一直不断的回想的时候的这個內耗感，就會讓我們沒辦法專注於當下現在此刻應該要放的重心。所以這件事情它就會形成一個很可怕的能量回圈，也就是說我們一直不斷的讓我們能量洩漏。那你可能對一件事情後悔，兩件事情後悔，但是10件事情後悔呢？你不斷的在療癒此刻的你自己，都會顯得很無力。
所以有些時候我很常在告訴我的學生或者說我的個案，我們要做的并不是去不斷的增強自己現在的能力，有沒有可能是先把那些糾纏很久的東西剪掉，先把那一些你過去一直不斷再去回頭看，讓你感覺到極大的耗能感的東西切斷，從源頭上面去看見它其實是可以和現在這個版本你好好的說再見的。所以平行時空其實就是版本的概念，这個版本要怎麼樣子去彈性的切換，它是可以訓練的。 OK， 好，但是要怎麼訓練呢？首先平行時空存在的意義就是在告訴你這個版本已經發生了，所以你不需要在這裡感到遺憾。可是你們覺得為什麼往往我們會感覺到遺憾？就是你在当下並沒有做出那個你喜歡的結果，結果論你是不喜歡的，你是失去的，所以你後悔。OK， 那30嘞？後悔就來自於就是覺得有些事情可以避免，有些事情可以做更好。好，這個東西又回歸到一個東西叫做完美主義。完美主義它會出現在什麼樣的人身上呢？我覺得講一個比較重的詞，但它並不精確，也就是說知足，對於知足這件事情的理解還沒有連接感沒那麼強的人。好，我什麼意思呢？當你能夠全然的知足於你此刻擁有的人，他其實是不會去回頭看跟往後看的。這樣子的人是比較不容易活在過去跟未來的，因為知足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心？它叫做接納，接納所有我擁有的一切。那擁有這個詞其實是一個很弔詭的詞，比如說如果我很執着的覺得這個東西是我的這個擁有，它不是建立在感恩之下的擁有跟知足。可是如果它是建立在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它都是多的，它都是被創造出来的，而且那個創造是來自於更高的意識，並不是由我的努力而擁有的結果的，這一份感謝之下的擁有知足呢，會讓你非常的安於當下。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容易有遺憾跟活在過去？其實有一部分也是來自於我們沒有辦法用感恩之心看見現在我們擁有的這一切。可是感恩之心又是什麼？其實很少人真的能夠做到感恩呢。真正的感恩它其實是也會連帶着珍惜的。那這是什麼樣的意思呢？我覺得對我來講，感恩它是一個你發自內心能夠感受到所有你現在經歷的一切，它都是有一個更高的意識送給你的禮物。感覺是沒有再分好或是壞的。沒錯沒錯。當我們不再去分類，而是全然的不定義當下，而只是體驗當下的時候的這一份力量長出來在我們的心中，它其實就會帶給我們很多很多的美好版本。也就是說，所有發生哪怕是狗屁倒灶的小事，你都覺得它是美好的版本。那當我們的意識連接到這個美好的版本，哪怕實相好像有一些混亂，比如說你看我把 SD 卡弄丟，可是你也會發現它並不影響你的生活，它並不影響你當下該做的事情。這些混亂根本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去改變你此刻的生活頻率，你就知道你的意識調頻到美好版本的時候，那會有多強大。那平行時空它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我來未來稍微淺淺的跟大家講一下哦，因為畢竟我們不是物理學家，在這裡先嚴正說明，我們只是一個對於這個世界探索欲很強的普通人的地球玩家。所以呢，我並不是物理學家要去探討到底這個量子糾纏怎麼形成的，到底那個計算模式是怎麼從頭到尾出現的。沒有，抱歉，對不起，我不是這個專業。可是就我讀的研究跟文獻還有理論，我大概知道平行時空原來是這樣子的概念，然後也解答了我對於很多事物的好奇心。所以我來跟大家分享我研究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物理學專家你對於什麼蟲洞啊，你對於黑洞啊，你對這些有更多的理解，你覺得可以幫助到聽眾的話，歡迎底下留言你的想法跟你的計算模式，歡迎留言。沒錯，OK。好，那就以我自己在閱讀很多文獻書籍資料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很常被大家提到的，我也不止在頻道第一次提到雙縫實驗，你們有看過這個嗎？知道。雙縫實驗也就是說我們人是由大量的電子粒子給組成的嘛。當這個實驗去把電子粒子拉出來，我們不去看這個電子，我們就可以想象電子是很多很多小小一粒一粒的東西，我們就這樣想這個概念就好了。當我們不去看這個電子的時候，它就會像波浪一樣，同時可以穿過兩個縫隙，它就會變成兩個縫 OK 但是一旦我們放着攝影機去看，也就是說人的意念進入到這個實驗當中的時候，人他是一個會自行定義事情的生物。也就是說我今天看到這個東西是綠色的，我就定義這個東西叫做綠色，哪怕我沒看過這個東西。比如說好，我現在可能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球是什麼，可是我就會去定義球对我而言就是一個圓形的東西。人的意念它是一個非常快速可以去定義這件事情至於我而言關係的人，所以當我們人的意圖進入到這個實驗裡面，它原本是一個散的波形，可是我們人在觀看這個粒子的時候，自動把它認為你就是應該要穿過這一條縫縫，所以這些縫縫穿過去應該要長什麼樣子。在我們去觀測它的時候，它就變成一個同時穿過兩個縫的狀態，它變成很乖的小球，點點點點點。那如果大家不懂我在講什麼的話呢，我們放上這張圖片，你們就可以比較知道這個概念了。你不去觀看的時候，它其實就是散的，你去觀看的時候，它就乖乖穿過這條線，然後變成造出一個完整粒子的狀態。所以呢，這個實驗我們就可以去知道說，你可以去想象你在玩一個開放世界的遊戲。大家有玩過塞爾達傳說嗎？你們兩個整個人愣住。我跟你們說，我小時候超喜歡打電動的。我有玩，但這個倒沒玩到，我可能玩更娛樂一點的。OK， 對，好，塞爾達傳說它其實就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形態，也就是說所有人玩這場遊戲，他都可以玩出他自己的遊戲規則跟版本這樣子。你現在在玩這個城堡，可是在城堡旁邊還有很多個森林，還有很多個關在等待你去打，對不对？那當你的視角，你的螢幕沒有轉到那一片森林的時候，它為了節省效能，這一片森林跟還沒有被你加載的這片地圖，它可能就會有一種那個模式叫做什麼？休眠模式。也就是說它是模糊的，它不會讓你很聚焦的去看見這片森林，這個樹長在哪裡，然後裡面有幾個動物什麼什麼，對不對？那是因為你的這個螢幕鏡頭沒有轉到這片森林裡面，你正在打這個城堡的怪。但是呢，當你把你的鏡頭轉向這片森林的時候，它會突然快速加載，它就會變得超級清晰，不再是模糊跟待機版本，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好，這個東西在這東西在這東西在那片森林的固定形狀就會被定下來。OK， 這種感覺是類似的。好，所以呢，我們的生活的同一個在這個時空當中，它其實在你還沒有把注意力放上那個東西之前，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幾率的在發生，因為你還沒有要去定義它。可是當你去定義它的时候，它就會瞬間切出一個平行時空出現在那裡坍塌成型。好，懂這個概念了，對不對？舉一個我們比較更生活的例子好了，我接下來不是要去澳洲開課嗎？那開課其實我們到現在還有很多場地啊，或者是費用的細節都還沒定，所以在我們心中它就是一個未成型的團。因為我現在專注在剛結束的尼泊爾旅修，專注在現在台灣要進行的課程，所以這些還沒有成團的東西是模糊的，它可以形成各種可能性。在我還沒有去要下定義之前，所有的高靈他就會安排機會、人跟
場地或者是各種可能性在這裡開始計算跟運作。而當我真的要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那些機會人就會顯化在你的生活當中，然後形成一個確定的路徑。所以你會發現我們人生當中的所有選擇都是從不確定到確定的過程。那什麼時候會確定呢？就是你真的願意直視它的時候。沒錯。所以很有趣哦，很多时候我們生活中會有很多的內耗，就是因為我們放着太多平行時空不管了。太多幾率跟可能性在那的，只要我們不去做這些幾率型的東西，就沒有辦法被定義成型。可是偏偏讓我們感覺到不安的，往往就是那一些因為你還沒有做而有大量幾率可能性的東西。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去真正在這個時空裡面活在當下，就是好好的去觀測你該要去關注的事情，然後並且觀測的時候，你要知道我們永遠都有能力透過我們的意念去顯化他想要成為的樣子。就像是我剛剛說的嘛，當我們的意圖永遠都是保持着開放跟喜悅的，那你的結果就是開放跟喜悅的。OK， 因為用觀察者效應的這個理論要跟大家講，這個觀察者是什麼樣子，帶着什麼樣子的意圖，就會決定這個粒子要如何成型。所以我們是擁有完全絕對的主導權去決定一件事情發展的方向的哦。所以正是因為我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對於未知的事情永遠不會感覺到害怕。當然有些時候還是會害怕可是我會在這個害怕跟恐懼的過程裡面，也很清楚有覺知的知道說，無論我帶着什麼樣的情緒，我現在要做的是做決定，沒有別的了。做決定，然後行動，去執行，讓這個平行時空展開來。所以當我們去了解這個平行時空概念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們所有的遺憾都是多餘的。為什麼嘞？為什麼會叫多餘啊？因為感覺那個只是在同一個事件底下發生，你有 A、B、C 3個選擇，或是更多，而你選擇了當下選擇了 A，但其實你的完美主義的你覺得 B 才是最正確、最符合你的選擇，而你沒有選擇它，那時間軸一樣的把你往前推，你沒有辦法再回去做這個選擇了，而感到遺憾，嗎？看哦，就像你說的，比如說好，我今天就在糾結，我要去歐洲玩還是我要去美洲玩，可是我今天時間可能就只有這個段可以去執行這件事情，我沒辦法同時兩邊都滿足。好吧，那我決定去歐洲玩啊，沒去美洲玩的我好遺憾哦。但有趣的事情是，某一個平行時空的你已經在美洲玩了哦，懂这個意思。這是什麼樣的意思呢？這個東西我們可以聊聊量子跳躍。大家應該有看過《媽的多重宇宙》吧？有。好 OK， 媽的多重宇宙它其實就把量子跳躍呈現得非常的淺顯易懂跟明明白白。也就是說，今天你在做一個選擇的時候，兩個分岔路同時出現，那你要進入哪一個時空呢？你是可以決定的。那如果你決定進入到我今天要去歐洲的時空，那你就跳躍到這個歐洲的時空。你今天想要去美洲的時空，你就會跳躍到美洲的時空。所以每一個決定其實都是你選擇的嘛。對，所以剛剛說的多餘，其實它並不是多餘，而是其實有發生，只是你沒有，你只是這個意識沒有去經歷而已。對，所以你就根本不需要遺憾，你早就在那玩得超開心的，只是你的意識選擇去歐洲玩。可是很多人就會覺得說，我沒有到美洲玩的。其實這個東西是來自於很強烈的匱乏感。你會覺得那一些你糾結於選錯的人，其實在量子的實相裡面，你永遠沒有錯，你只是選擇了一個你當下這個人類物質狀態想體驗的版本而已。但是另外一個物質狀態呢，你已經在那裡也體驗了，只是你們的意識是不同的。所以量子跳躍是什麼？你可以切換你的意識。所以有些人其實是會在夢境裡面去體驗那個版本的，因為我們沒辦法用三維的這個物質狀態去體驗所有的版本在同一個時間，因為我們就是有限制的，我們的這個物質狀態是比較沉重的，沒有那麼輕。可是在夢境的狀態的時候，你是很輕的，所以你可以在夢境體驗另外一個實相的版本。真的很厲害的地球玩家其實是會這樣子玩的，他可能沒有辦法
人真的去過這個國家，可是他在夢境裡面早就已經去過了。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因為我很常在夢境裡面去不同的平行時空體驗不同的生活，所以為什麼有些時候我在描述一個國家或者是一個集體意識或者是一個文化跟文明的時候，我可以講的好像我去過好像我體驗過跟經歷過，是源自於我在冥想跟夢境裡面的體驗，所以那個體感是一樣真實的。可是我也必須得說，你實際搭飛機去尼泊爾，跟你在夢境裡跳躍去尼泊爾，或者在冥想中跳躍去尼泊爾，那個感覺肯定不一樣。可是呢，實際上你所擁有的生命體驗是早就已經流動跟刻在你的這一份體驗跟生命裡面的。那个尼泊爾是同一個尼泊爾嗎？你說在某一個平行時空的話嗎？對啊，第三維度的尼泊爾跟你在夢境裡面去的尼泊爾會是一樣的尼泊爾嗎？還是那個也是你意識裡面的尼泊爾？它是可以重疊的。什麼意思呢？我在比如說我冥想的時候，我不是冥想未來的尼泊爾嗎？對，它還不是實相發生的，可是它也是尼泊爾。但你指的那個尼泊爾有點像是不是什麼東西在天上飛的尼泊爾這種概念嗎？就是它真的是同一塊土地，同一個街道，同一個場景嗎的那個尼泊爾，還是你飛去的那個世界，它也許也是另外一個尼泊爾的時空？是啊，就是另外一個尼泊爾的時空，就像是現在我們正在體驗的這一個，同時也有無數個平行時空跟維度正在發生着。可是你是切換到哪一個時空呢？但是它都是台灣，它都是尼泊爾，只是你要切換到哪一個時空。所以其實我在之前的 podcast 有講到，未來隨着人不同的維度越來越不同的時候，你會發現會有一些錯亂感出現。比如說你認為的這個區域正在發生的事情，跟別人認為這個區域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同的版本。所以你們就會覺得說，哈，不是這個之前有發生嗎？為什麼在你的記憶裡沒有？因為在你的時空裡真的沒有這件事情啊。會開始有這些重疊跟錯亂的狀態。那種就是你看一個畫面或突然經歷一件事情，你覺得這個場景你好像做過了，你在這個場景聽過這個人講這句話的那種熟悉的感覺，是不是其實你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已經經歷過一次了？沒錯，因為像我也可以在這個時空去體驗未來的尼泊爾，所以當我來到未來的那個狀態的時候，我就會有種 déjà vu 的感覺。熟悉。對，因為此刻的我已經體驗過，只是可能時間線切換到那個時候，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好熟悉，因為其實在同一時間的我的另外一個版本早就已經切換到我的時空，然後去體驗這個東西了，所以重疊的時候就有這種情況發生。那每個人的平行時空有可能會相遇嗎？我一直只說好，假如說我們今天都在做夢，會啊，會不會在我的夢裡遇到你，而我們在同一個平行時空？像我之前就說過，我很常在夢境的時空裡面跟我師父修行啊。就是因為然後我們兩個實際就是見面相遇的時候，我就會跟我師父說，你昨天在夢裡幫我上課，他就說我知道我在夢裡幫你上課，就是會有這樣子的情況出現。所以那個得要是所謂的超級玩家，超級地球玩家的狀態，就是你全然的接納這些東西是真實可以出現在你生活中，你就不會對這件事情感覺到意外。你就會知道它就是真的。那我們就來講講多世界詮釋的這個理論咯。OK， 這個理論簡單來說呢，它是來自於艾弗雷特的實驗。那在他的觀點裡面呢，宇宙它從來不會因為你的選擇而讓另外一種可能消失，相反的，宇宙會在你做決定那個瞬間產生一個分叉。你可以去想象你在玩一個多重選擇的 RPG 遊戲，每當你在進入這個角色的時候，它上面不是都給你2選1嗎？OK， 你現在遇到這個人了，你要去告白還是你要保持沉默呢？他就給你選擇嘛。在玩這款遊戲的人，一定有一半的人是選擇去告白，有一半的人去選擇保持沉默。好，那他們兩個人同時在這個遊戲體驗，因為他的選擇不同，而又有不同的劇情篇章會無限的展開，這就是遊戲好玩的地方，就跟我們現實生活中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呢，也許在我們傳統的觀念裡面，我們會覺得好，我選擇告白了，那沉默的這個版本就沒了。但是這個多世界詮釋的這個理論是在告訴我們說，當你的系統在點下你決定要去告白的那一個選擇之後，它也會同時幫你存檔你選擇保持沉默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只是你此刻的意識想要在這個時空去玩。再舉一個例子好了，這個物理學家他那個時候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對於一個觀點是產生懷疑的，那這個觀點叫做波函數坍縮的觀點。那我簡單來講一下波函數是什麼。波函數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當一個粒子在還沒有被觀測的時候呢，它會出現無限個可能性，而坍縮的意思就是當他決定的時候，其他的可能性會瞬間消失。當時其實是有這個量子的觀點出現的，可是他就覺得這件事情好像應該有其他可能性，所以他就做了更多的實驗去論證了其實平行時空是可以同時出現在同一個時空的。疊加態是什麼樣的意思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在另外一個科學實驗裡面有提到可被證實現在我們有11個維度嘛，當然其實不只有11個維度，但是呢現在大家所知道，我們可以確定科學已經被計算出來11個維度是同時發生的。那疊加態是什麼樣的意思？比如說在這個空間裡面，我現在手裡面的這个空間裡面看似好像是空的，对不對？在我這個時空，假設我今天這個時空是3維度的時空，它是空的，可是事實上有11個不同維度，它是同時重疊在這個空間裡面的，所以也許在不同的時空裡面，它其實是有東西的，只是在我這個時空沒有出現。所以呢，這個觀點也告訴了我們，今天我們在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只是切換到不同的哪一個時間線跟時空狀態而已。那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薛丁格的貓。好，但這薛丁格的貓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完美詮釋的實驗，我必須得說，因為這個實驗並不完整，它是一個比較偏想象的實驗。好，那大家應該聽過，就是一隻貓被關在一個封密閉的箱子裡面，裡面有一些放射性的原子，如果原子衰變的時候，毒氣就會釋放毒死貓，但是如果沒有衰變，貓就會活着。當我們在打開箱子去觀測到底結果是如何的時候，原子它是屬於衰變與不衰變兩種可能性同時存在的疊加態。 OK， 好，也就是說在那一刻它猫是既死又是活，直到你打開箱子的那一秒，這個波函數產生坍縮，貓的狀態才會變成死或者是活。好，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所以在我們還沒有，你今天決定它是，你其實是有能力去決定它是死還是活的，但是它不是一個完美的例子。但我相信大家都聽過薛定諤貓這個實驗，對吧？30聽過嗎？聽過啊。好，那你可以用你的方式來解釋一遍嗎？薛定諤的貓就是你不觀察它的時候，其實它就是一個未定數，就是一個結果。應該說，在你不觀察它的時候，或者是在你的意識沒有做放在它身上的時候，其實它是什麼樣的狀態，其實並不重要。也不說不重要，就是它在任何狀態當中。沒錯。所以呢，舉個例子好了，今天我們決定要錄音還是休息，當你做出選擇的時候，另外一個選擇並不會消失，只是相反的，宇宙會在你決定做選擇的那個瞬間分裂成2個，所以一個宇宙的我正在錄音，另外一個宇宙的我正在睡覺，而這個2個宇宙是不干涉彼此，會各自演化的。了解？好，當我們去了解這件事情之後，好，回到重點了，我們到底要了解這件事情是要幫助我們什麼呢？是要幫助我們去知道所謂的顯化跟換軌道，其實就是透過我們的觀察，我們的意識從無數個分支中，把你想要呈現的現實給實相化，出現在你的面前。所以呢，我們要如何成為超級顯化玩家？剛剛聽完這麼多，你們覺得呢？要有非常強大的想象力。OK， 為什麼？因為感覺所有的決定跟後果，你都可以整個想過一次、run過一次，就好像它發生過。那就像剛剛說的嘛，就是你不管做哪個選擇，它都會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發生。那不如我們就來先想象這個選擇它會怎麼樣被發生。那我在想，
這個在腦袋裡面建構出來的東西，也許你覺得它沒有在第3維度發生，但在你想象的過程，它有可能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發生了。那也許這個顯化它就會越快速的來到你最想要的結果。OK， 那30覺得呢？如果是平行時空的話，我會覺得就是在做出決定的時候，另外一個時空的自己會跟自己說什麼的狀態。對，然後在這個狀態下，你又會忘記你曾經跟自己說過什麼事情，然後兩個自己就會開始慢慢的分道揚鑣這樣子。OK， 為什麼會分道揚鑣？會忘記？就是他開始會體驗的人生跟你開始體驗的人生就會開始慢慢的變得不一樣。对，所以開始忘記去跟對方做聯絡。有點像是說我們人的慣性其實就是會不小心小後悔一下，如果沒有這樣會怎麼樣呢？但每當我們要後悔的時候，我們就去想已經做這個另外一個決定的你會想要跟你說什麼，不斷的每當在後悔的那一刻產生這樣子的對話，其實會幫助我們更全然的活在這個時空當下的所有選擇。所以就像剛剛3講的，我們要怎麼樣子去成為一個超級顯化玩家，其實就是去掌握觀測者權限，而不去馬上覺得好，我今天做這個選擇，另外一個時空就探索了。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所以普通的玩家在求顯化，比如說我好希望老天爺給了我些什麼，我好希望這個全知的宇宙讓這件事情發生吧。不是要求的，而是你要去選擇你想要的那一個已經存在了。那你要不要選擇踏進這個平行時空呢？舉例來說，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成為一個物質條件很豐盛，或者是講簡單一點，就是想成為有錢人。誰不想要，對不對？物質這件事情，金錢這個東西，它往往是限制我們跟讓我們感覺到很不安的一個工具。所以很多人許的第一個願望是，我好希望我没有錢的煩惱，對吧？所以很多人會怎麼樣求？以我們台灣的文化裡面，我們肯定第一件事情先去燒香拜佛，對吧？我們先去找誰？財神爺，對吧？所以你會發現每逢過年，就是全台灣最厲害的財神爺廟一定會爆滿到一個不行，對不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實很多人其實是會用求的方式去求財富的。可是真正的超級玩家是選擇。所以你看選擇跟求，你們才覺得差在哪裡？做與不做吧。OK， 自主權啊，沒錯。好，你看當我選擇，我要怎麼選擇？我知道那個平行時空的我很有錢，那我要選擇走上這條平行時空的時候呢，一個底層邏輯就是你夠不夠相信那個版本的你是可以被發生的？因為你夠相信，你才會選擇啊。選擇是源自於你知道你已經擁有了，你才會選擇嘛，你不會去選擇一個你沒有擁有的東西啊。就很像是我不會選擇我要跟金城武交往啊，因為他就不是我的意識裡面覺得他是我可觸及到的生活狀態，所以我不會去選擇一個我不肯定的東西。可是我可不可以？如果我夠肯定金城武他就是會出現在我生命當中，那完全可以。OK， 所以這個份肯定是不能帶着匱乏的。比如說我好想要有錢，那你坍縮出來的現實就是正在想要有錢的自己，但不是已經有錢的自己。好，這兩個差在哪裡？正在有錢跟已經有錢。可以舉例嗎？因為他其實對一個還沒有錢的人是有難度的。對他來說，就是他就是在一個追求有錢，他可以想象他有錢後的日子會是什麼。但是要達到說他如何選擇，這其實有一點難度。就是他可以怎麼做或怎麼想象。好 OK， 一個不帶匱乏的狀態，他心中其實是心裡的那個狀態，我夠不夠肯定，夠不夠安全。好，我們就來講講匱乏感這件事情好了。匱乏感它其實是來自於你對於這件事情的不安，對吧？我對於有錢很沒有安全感，所以他只敢想。可是一個
對於有錢其實是很有安全感，他知道他要拿這個錢做什麼，他知道他擁有這些錢至於而言自己的意義是什麼，他知道這些錢可以如何幫助他接下來要的生活，他对這件事情有足夠的肯定跟安全感。那你覺得什麼樣的人會對这件事情有肯定安全感？心裡飽滿的人。對，而且他知道他要這些錢幹嘛的人。我們的潛意識是不會去幫你顯化一個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為何要擁有它的東西的。所以很多人說我想要有錢是基於他的慾望的想象，而不是他實際的需要的想象。因為其實有些人他可能不需要那樣子的錢，他也可以滿足他的需要。可是有些人他的需要是的確需要那筆錢的。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哦，比如說好，現在的我知道我現在賺的每一分錢都是為了要去支持我未來要去建造這個巨大的村莊，而這個巨大的村莊並不是為了我個人的慾望跟私慾，我建造這個村莊是我想要建立一個 community 去支持更多人去完成他的夢想。可是每個人的夢想有分大中小，如果這樣來分類好了，誰能支持小夢想的人，擁有大夢想的人。而過去的我就是一個從小夢想到中夢想到大夢想，所以現在我的生活為什麼會越來越豐盛，越來越沒有物質的匱乏，就是因為我一步又一步從小的事情完成了，所以我能夠想象一個絕對會發生的大夢想，而自然而然我的物理現實就會發生啊，因為我知道，宇宙知道我今天需要這筆錢不是為了要讓我去遊山玩水，而是為了讓我去幫助跟回應這片土地，所以他一定會支持我，而且那份支持是信念上的支持。當我想要做這個村莊的時候啊，還在想要不要啊，我也可以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在台灣買個房子就好，幹嘛要去尼泊爾造一個村莊呢？還要離開台灣這個舒適圈。當我有這些猶豫的時候，他不見得會給我這些豐盛哦。可是當我下一個意念，我真的想做這件事嗎？我想耶。所以那個時候 Soya 就問我說，哇，你要做這件事哦？他第一件事情就問我說，你錢夠嗎？你現在有這樣子的錢去想要做一個村莊，那感覺不是一筆小錢可以解決的事情。我那時候第一件事情跟他講，就是錢從來都不會是問題。因為他們會給我錢，我要做的事情是確定我要不要做這件事，因為我還不確定嘛。接下來我要如何去確定，就是我開始去找人、找資源、找人脈、找可能性，然後開始去了解當地的法律，要怎麼跟當地人合作。當我透過這些物理條件去支持我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錢真的不是問題。隨之而來就是超級豐盛的物質穩定來到我身邊。我想要有錢，他可以想沒錯，可是你想要有錢做什麼？你要會寫你的顯化劇本，你要知道今天我要選擇這件事情，是因為我選擇要做什麼，不是選擇一個夢想，而是這個夢想是如何具象化的要實現在這個生活當中。而且宇宙只會支持來自於豐盛的信念，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想要造一個村莊是為了滿足你的成就感，那在這條路上就有很多阻礙，不代表不會完成。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為了幫助跟回應這個世界，產生一個善的循環的話，是由愛而生的夢想，全世界全宇宙都會用各種方式來支持你。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在我金錢靈氣課上面也會提到，如何用正確的方式跟匱乏還有豐盛相處。所以呢，你看哦，當我今天已經明白知道我要做的是觀測這個選擇，那你要怎麼觀測一個人？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我今天看到綠色的東西，好，我今天看到這個，我今天看到它，我可以馬上知道說它是衛生紙盒，對吧？所以這些例子就會顯化成一個衛生紙盒投射在我面前。那是因為我的生命經驗有衛生紙盒這個想象，所以我一看到它，我就可以知道，哦，這叫衛生紙盒。那一樣啊，今天有錢是什麼樣的狀態？你得要有足夠的認知，你才能夠顯化吧。所以我才會說，其實我的課程裡面也有講說，如果你想要成為有錢的人，那你的環境要先變成這個樣子，你才会有足夠的想象，你才知道原來有錢是這個樣子，然後自然而然你才會清楚知道我到底要嗎？OK， 所以一切都是選擇，
你去觀測它，去下意念給它，它就會成為你顯化的樣子。超級玩家要怎麼樣成為超級顯化的人？也就是你要先發制人去觀測，當現實生活中還沒有發生之前，你的腦袋當中已經出現了，已經完成了波函數探索，所以你的頻率對齊已經擁有的版本，它就會被發生。OK，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之所以顯化會卡住，也就是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你的潛意識太多想做的事情了。這也是一個也就是說我們想做一件事情，可是你的潛意識存在我不值得，這好難哦，這個東西要完成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我們一定要去減少這種系統的噪音，所以當你發現你的內在有太多這些噪音出現的時候，我們要意識到這些限制是舊版本的存檔數據，也就是說我們還有一些靈魂的碎片留在過去。一開始我們講的，當我們的靈魂碎片留在過去，有這個能量洩漏的時候，這個玩家的權限就會變少。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認出他們，然後開始消融他對於你的影響力。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很容易內耗的人，他的顯化是絕對不強的，他內在的噪音太多了。所以我們要先去消融這些內在的噪音。那當你內在噪音消融了，你也知道你要去選擇一個你已經擁有的版本，那你就可以開始做量子跳躍。這個量子跳躍怎麼做呢？練習身份轉換。舉例來說，我之前在與高我連結的時候，我有帶大家做一件事情，我帶他們進到與高我的場域裡面嘛。那時候我就引導他們做說，好，第一件事情你先跟你的高我對話，對話完之後，第二件事情，請你坐到你高我的位置，你现在就是你的高我，請你看看你自己，你想要用什麼樣的視角跟他講話。這個視角的身份切換其實就是量子跳躍。你懂得去練習轉換的時候，用不同的視角去看待你的挑戰，你這個人的行為，你這個人的意識狀態，你用第三者的視角去看見自己的時候呢，其實你就更能夠看見此刻這一個人的盲點，然後幫他校準去往那個已經成功的自己前進。你每做一件事情，那個版本你會做的小事，然後還有第二件事情的量子跳躍叫做刻意練習。大家有看過刻意練習這本書嗎？刻意練習這本書呢，就是你雖然還沒有成為有錢人，但你要學習有錢人的說話方式、動作、思考，這個是可以練習的。比如說你覺得一個有錢的人會在那邊大聲嚷嚷的講話嗎？好，你們自己心中的答案，有些人心中是可以，有些人心中是不可以。你自己有一個答案之後呢，就去成為那個樣子。就像是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哦，我小时候就是被說是一個很粗魯的小朋友，動作很大，然後大喇喇的。然後我小時候很喜歡運動，所以所有東西都是大手大腳，然後講話就是很野，然後很闊這樣子。然後呢，看了這麼多電影，或者說身邊的不同環境的人，一定都有很有錢的人啊，農村長大的人啊，然後或者是說就在普通家庭長大的人，你就會發現每一個人他的行為模式其實都會不一樣。然後我就觀察到一件事情是，其實優雅這件事情它是可以存在我的 DNA 的，可是我以前不覺得它可以。然后直到我前幾天不是去百貨公司嗎？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會玩自己氣場的人，比如說這個場域需要我變成什麼樣的氣場，我就會變成那樣子的氣場。我去健身的時候，我是不會把很優雅的那一塊的氣场擴張出來的，完全不會。我就是一個很認真謙虛，想要學習怎麼樣子去讓我的肌肉線條變得更好看的普通人。氣場是可以調頻的。然後我那時候去百貨公司的時候，我就知道我要調頻成一個全世界都要來服務我的氣場。然後是我那時候一坐下來，我就跟這個櫃姐大概講了5分鐘的話，然後她就突然停下來，她就看着我說，天哪，你講話好溫柔哦，我應該要向你學習，你一定是一個就是教育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这樣子。然后我就這樣，謝謝。但是我平常講話根本不是這個樣子，我只是刻意的去把這個氣場打開來。那你也會知道這個世界是現實的，當你擁有這樣的氣場的時候，別人更願意服務你，然後別人更願意欣賞你，別人更願意知道你不是一個我可以隨便對待的顧客。所以這個東西是可以玩的。你們去看完《刻意練習》這本書，裡面其實有講了非常多這個人世間的底層邏輯。你了解這個人世間的底層邏輯，自然而然的你就會知道怎麼樣子去練習，在一些細微的行為跟甚至是微表情裡面，你都能夠去讓別人用不一樣的方式對待你。
所以呢，量子跳躍其實就是這樣，去剖析你想成為那個樣子的動作，刻意的在生活中練習看看。比如說喝水的時候怎麼喝，拿東西的時候怎麼拿，講話的時候用什麼樣的語氣，這一些你認為那個版本會做的小事，然後去模仿的時候，你都是在跟這個宇宙發送一個訊號說，我已經切換到這個軌道的，請你加載相對應的場景給我。所以他就會派尊重你的人來到你身邊，派擁有資源人脈的人來到你身邊。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哦。當我们能夠學會量子跳躍的時候，我們可以做最後一件事情是，當你切換軌道，現實生活中其實會出現小 bug。好，這個 bug 是什麼意思呢？去留意一些重複出現的數字，或是天使數字，那或者是你最近一直很常聽有人跟你講一些話，這些共識性的發生都不是巧合，而是你的系統在告訴你說，你已經切換到這個版本了，然後這個頻率已經對齊了。如果你有看見這些訊號，那請你不要懷疑自己，要加倍的信任。所以我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些天使數字，然後或者是昨天的時候我在跟妮娜玩這個，這是我們其中一個姐妹在限動發說，你第一眼看到的3個字就是5月份給你宇宙的支持，就是這個很多的數的英文代碼嘛。然後我就看了3個字我有玩過，你也玩过嘛，对不对？然後我看完之後我就傳給妮娜，然後我就看妮娜用了什麼，然後我給你們看我的3個詞是什麼。第一個字是 love， 第二個是 brave， 第3個是 focus。然後好好笑，妮娜就說勇敢專注的去愛吧。就類似這種，你生活中一定會出現一些共識性，而這個共識性其實就是宇宙給你的 bug， 而這個 bug 就是他在告訴你的小彩蛋。然後去對齊，其實我已經切換到這個狀態。所以給超級顯化玩家最厲害的一招就是你不看現在的結果，因為你現在看到的現實只是你3個月前、1年前舊的念頭殘留下來的投影。所以呢，我想要提醒大家，顯化它不是為了讓你得到東西，而是為了去體驗你作為創造者的威力。因為顯化永遠是創造，顯化不是擁有。所以有意識的去激活自己的脈輪，你就會發現你的創造力會讓你的生活變得完成是你的靈魂最高版本藍圖 100% 想要的樣子。OK， 好，到這裡有沒有什麼想問的？我還是想問你，如果是另外一個平行時空你在跟你對話的話，對，就是通常你們倆会聊什麼？我先說，因為最高版本的我是一个，就我的灵魂本質是一個非常非常老的老靈魂，所以我很常跟那個靈魂的狀態跟自己對話。我能夠感受到他在看我的時候，他是帶着一種看着一個極度活躍的靈魂在穿梭跟在這個平行時空玩樂的欣慰感。所以每一次我的靈魂源頭，我的本源在跟我對話的時候，他都是帶着一種慈悲的狀態去說你現在做得很好，但當然他也會提醒我一些事情，可是他的語氣是一種很沉穩的狀態。所以你說我們會聊什麼，我覺得有點像是他會用我知道這些事情會發生的狀態，然後我再用我的人去跟他說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耶，然後每當我跟他說真的發生的時候，他就會覺得這很正常啊的那種對話。這是你想問的嗎？沒有，所以就是像我們比較沒辦法跟平行時空自己的對話的人，就是要怎麼練習這一塊？現在開始對話就可以練習啊。我舉例來講好了，很多時候我也會跟我的學生說，你寫一封信給10年後的自己，你寫一封信給10年前的自己，你寫一封信給小時候的自己，那其實就是在跟自己的平行時空對話了。這是最簡單的方式。當你設定一個明確的方向的時候，那對話就會發生。明白齁？沒有，因為你剛剛講的其實我有一點點抽離感。以我現在的狀況，就是一個沒什麼夢想，然後又沒有什麼想要見的人。也是齁。對，就是一個沒什麼夢想，也沒什麼想要錢，也沒什麼想要做的人。像我這種狀態的人，是不會有平行時空發生的。會有啊。但是就是我沒有想要做選擇這件事情。你現在就在做選擇啦，你怎麼會沒有做選擇呢？你選擇當一個沒有夢想的人，那這就是選擇啊。所以就會有另外平行時空是走在
擁有夢想狀態的人正在發生呢？這就是一種選擇，這是一種體驗。所以那你也可以去想想看，對啊，那如果那個有夢想的我會長什麼樣子？去想想看，那說不定你之後就想跟這個版本對齊呢。所以我才會說顯化是創造。對於這些可能性、有想法、有創造力的人，他其實就會展開很多很有趣的版本。但如果現在你的創造力並沒有辦法讓你對這個生命當中感覺到極度的好奇，那就沒關係，這就是你現在選擇的狀態。那你透由你的高靈，你的高我一定會在某一個時刻，你的靈魂藍圖需要被啟動的時候，就會用各種方式去啟動你的創造力。那個時候再去迎接這個狀態就好了。就是不用去覺得一定得怎樣，一定不怎麼樣。No。我也只是選擇一個很活躍的狀態而已，但是我也要說，我自己也可以很清楚知道，也許再過幾年，我可能就會想要完全隱身，離開目前，想要回到一個超級普通平凡人，然後毫無創造力，然後就整天只想癱在家裡當一個家庭主婦的狀態。我相信這個版本也有，只是不是現在，那未來的某一個時刻就會想要開始展開這個版本的 Who knows， 對吧？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抽張卡牌來給聆聽這期 Podcast 的聽眾祝福跟指引。好嘞，來今天來抽指導靈神諭卡，精疲力竭。OK， 跟大家分享，我們今天抽到了精疲力竭、超載狂熱、工作狂、過度操勞。好，在這個牌面上面的圖像，它是雙手握着一個星星，然後上面有一點像是高高在上的手往下，再跟下面的這一顆手融合。那為什麼它要配合精疲力竭呢？是因為這張牌的圖面很有趣哦。上面這個手就是外部的期待，下面的這個手是我們的行動力跟我們的精力。我們的行動力正在苦苦的去支撐着這一顆大光球，這顆星星光球。但是呢，我們要去看到說，中間的這個光芒雖然很刺眼，可是它同時代表着上面有講到的狂熱、工作狂、超載，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能量。它也是在說，如果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偏離我們靈魂軌道的時候，哪怕你想做的事情有多麼的閃耀，它對你來講都是會燙手的，對你來講都是不舒服的。那為什麼要抽這張卡牌在此刻給大家呢？是因為要提醒聆聽這集 podcast 的聽眾，現在的你可能正在經歷一個很想要不斷去顯化，很想要不斷的去完成某些事情的狀態，但過度想要去追求一件事情的時候，就是要提醒你說，其實真正的顯化是毫不費力的。這個毫不費力代表着，無論你物理上的累，它都會讓你感覺到充電，它都會讓你感覺到心靈是流動的，它都會讓你感覺到你其實是飽滿的，它其實不會讓你覺得精疲力竭的。所以這張卡牌抽出來，就是要告訴大家，請我們有意識的去觀察自己的狀態。如果你感覺到耗能的話，請你就把那些無意義的事情從你身上排除，這才是真正顯化順流的狀態。我們不需要去演一個很厲害的人，而是去對齊跟選擇那一個已經很厲害的自己的狀態了。這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如果當你感覺到自己在一個不是自己的狀態，失去自己的狀態，你的腦袋就會呈現一個高負荷的頻率裡面，而這個高負荷的頻率呢，會讓你失去真正的你自己。好有趣哦，這張卡牌出現在這一集當中。如果你覺得現在對於你的人生岔路是焦慮的，就代表說你還在用舊的方式去努力修補。你越想要證明自己，你越想要用力，你就會離你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而想要提醒你，那個被治癒已經圓夢的你，已經在某個平行時空早已存在，所以你不需要努力跑到他身邊，你只要去對齊他的頻率就好了。所以呢，你不是一個人玩這場遊戲，在每個禮拜五晚上的8點就會上架一支新的 podcast 來跟大家聊聊這個宇宙奧秘。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開心，我們大家下期見，大家拜拜拜拜。我好奇，因為你在錄節目抽卡牌的方式跟你平常在抽牌的方式一樣，是一樣的嗎？对啊，你就只抽2下就抽了。对啊，因为1、2抽，就跟觀測者效應這個概念是一模一樣的。你在不抽，就是你在拿起前就已經決定好，對它會長什麼樣子的，然後你就只是拿起來而已。
只是個形式。但是我做過一個實驗，比如說好，我會大量的幫個案抽牌的時候，你會發現明明這個牌就是被我洗到後面可是為什麼它又出現？而且這種事情發生不下10次，所以我後來就是放棄了。我覺得我不管有沒有洗牌，它抽起來就是它該有的樣子。對，真的我知道那張牌應該在哪，可是它就是出現在我現在的。就是它出現在前面，我明明知道它在後面。对 ，OK。Hello， 所有地球玩家們，淼淼學院在今年上半年的所有課程都即將進入到尾聲，我們下半年的課程也慢慢出來了呀。我們在8月的學士達山的旅修，我們特別幫大家爭取到了更多的名額，所以現在的官網上其實都還有更多的名額可以上去報名。那我們在9月的時候呢，也幫大家爭取到更多的頌缽旅修的名額了。我們会帶大家去尼泊爾頌缽的發源地，打開一場聲音的7日旅修。我們接下來下半年的課程也都出來了，并且即將上架到官網。我們在9月底的時候會開一場西藏的旅行團，我們在11月的時候會辦不同的課程，然后12月的時候，12月初會帶大家去清邁，12月底的時候會帶大家去巴厘島跨年。那這些資訊呢，都會即將上架到官網，你們可以隨時鎖定官方 LINE。那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的話，我們也有 WhatsApp 的聯絡管道可以聯絡到我們。那所有的地球玩家們，我們就下半年見咯，或者是澳洲見，大家拜拜。